乡的姑娘没有，哎，赛天仙，赛天仙哎。新春的小茶哟，融融的肩，青涩的小女儿哟，哎，醉来仙，醉来仙哎。要问这是为哪般？为美丽的绿茶奉上我的乡心，哎，我的甘甜，我的甘甜哎。小哥哥，你别自我多情了，人家看不上你。嫂子们，你们的歌声那么动听，怎么留不住人家呀？都怪姑娘们没出马呀！哎，大家看，来了俏小姐。哎，是谁呀？他们怎么不早来呀？刚才那个长哥哥长得可俊了。你若在的话，他一准停下。你们胡说什么呢？我们家小姐可是陈家的大小姐，身份何等尊贵，岂是一个茶哥哥入得了眼的？想不到她就是陈小姐，难怪浑身透着贵气。我听说他们家还有唐朝御赐的金匾呢。你们知道我们陈家的威名就好，看哪个还敢胡说！当心我撕烂他的嘴！小诗，不可造次。茶山之神，陆羽大师。感谢山神赐予仙制香茶，感谢陆羽大师教我茶技茶艺。请保佑陈家卫冕茶王，保佑御赐金匾安然无恙。弯弯的山道哟，绿绿的天，茶香的小伙哟，哎，小姐，今天您亲自进山采茶，亲自炒制咱们秘制的体香茶，一定会独一无二。您想想，茶的清香，再加上小姐您身上的体香，那不把他们熏晕了才怪呢。那安家制的什么少女口琴茶，我还嫌他们口水臭呢，怎能与咱们小姐的锦囊体香茶相比？咱们一定要保密。别让那些窥视咱们御赐金匾之人学去了，等到大赛那一天拿出来，打个出其不意，太开心了。
子，你闻闻，这是什么味道啊？这是小姐的体香，透过茶的清香形成的异香。哇！忍着点儿。小姐，杨公子的药效果怎么样啊？挺好的。今天的疼弱了很多。我觉得特别奇怪，他们怎么没有问我们是谁呀？其实，有时候很多事不需要问那么多，但他们之间却有着一种心灵的默契。他们什么都不用说，也不用做。这种默契仅有空气传达就足够了，你懂吗？我好像懂，又好像不懂。真木，怎么了？对不起，你没事吧？是我撞了你，你干嘛说对不起？哎，你是陈家茶社的少东家吧？我是安泰茶社的安小慧。哦，久仰久仰。你好，请坐。早就听闻安大小姐从小就被送到汉口姑妈家着力培养，教会大学的女高材生，新派女性。安大小姐真是益阳城的骄傲，前途未可限量啊！家母身体不好，委托姑妈教养而已。不过我倒是信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这匹夫之中自然应当包含女性。安小姐所言极是啊。对了，7年刚过，
雨露充足。你看这土有粘性。爹，我上次跟您说那个提亲的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嗯。只有这样的水土，才能长出极品的绿茶。爹，那我跟您说的这个事儿，您同意了？嗯，好，你尝尝。看来陈先生还是一位开明人士。不过在我的印象中，您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家庭。是的，其实传统与开明并不矛盾，优秀的传统需要继承，比喻信誉；新的潮流也要接受，比喻自由。那您对包办婚姻怎么看呢？啊，是这样。小姐，自从下山回城，你就三魂丢了七魄。我知道你心下惦着杨公子啥时候来府上提亲，可是这马上就是评茶大赛了，咱们茶社挂了多年的御赐金匾可不能丢。小姐，你得打起精神来。你个小丫头，金言乱语些什么？我晃神是因为担心陈家，和杨公子又有何干系？那到底有些什么干系呢？少爷，哥，你怎么来了？我家小妹长成大姑娘了，有点别的心思，也合乎情理。妹妹如果看上哪家少年，定与哥哥说。那杨公子到底是什么人呢？是我进山采茶时，一天3次遇见的采茶少年，他还救了我。你喜欢上了他？我们彼此心意相通，可是爹爹一向看重门当户对，杨公子他又并非一阳城大户，所以还望哥哥帮忙成全。绝不让妹妹再走哥哥的老路，失去最心爱的人。爹，哎，小花回来了。你这不好好的吗？怎么又说你病了，把我骗回来啊？哎呀，爹这不得的是心病吗？啊，你从小到大，爹不啥事儿都依着你啊？啊，你这洋学堂说上，不也就上了吗？你得回来继承这份家业呀。啊，你瞧瞧人家兄妹，人家有多安分呐。爹，我还想去浏阳呢。哎呦，别提这浏阳的事儿了。一个姑娘家，你读那么多书干嘛？这都民国了，在南京女子参政同盟会都成立了，你老就别这么守旧了啊。爹，您找我。明阳啊，今年大赛，安泰等茶社跃跃欲试，大有取代我茶王的野心。爹爹年事渐高，我总是希望你和妹妹多关心关心茶社的事情，可别把御赐的金匾给弄丢了。爹说的极是，那些新叶多亏了明香几次进山才能找到。我知道，这些日子以来，你跟香儿辛苦了。能为我陈家100年茶社效力，我和妹妹再辛苦，都甘之如饴。只是
只是什么？说呀。妹妹有件心事，希望爹爹成全。什么？区区一个查明，竟要娶我们陈家的大小姐？爹，身份门第难道就比两情相悦更重要吗？两情相悦，两情相悦没有门当户对，婚姻稳固。我记得18年前，我曾经将她只认一户人家。明香10岁那年，那户人家的小伙子曾经到我们家来过一次。现在，明香已经长大成人了。如果哪天人家上门来迎娶，你叫我怎么办呢？小姐你好，看看。哎，看一下这个。小姐好眼力，20个大洋。20个大洋，这也太贵了吧？哎呀，大户人家不差这点钱。那也不值那么多钱。10个大洋啊？5个。小姐，咱别买这个了，这不值这么多钱。哎，还给你。价钱可以好商量嘛，小姐。老板，刚才那位姑娘看上哪件了？哦，就这件。这么多年了，不知道它长成什么样子了。佳木哥，小慧，你怎么回来了？我怎么不能回来啦？你不想我回来呀？哦，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七姑说你前几天来信说不能回来了，七姑还生你气呢。我这不想给你们个惊喜吗？怎么样，有没有很惊喜？哎，这簪子是买给我的吗？真好看。小慧，其实你送我这么漂亮的簪子，我都不知道会送什么礼物给你好。佳木哥，你干嘛呀？怎么了？人家在西方，这是最基本的礼仪。小慧，你，哎，佳木哥，佳木哥，老爷，有贵客求见。谁呀？周公子。赶快请。是。你好，晚辈参见伯父。周公子，这是南唐后主用过的紫砂壶，家父特意托我带你。哈哈哈哈！周公子请。令尊亲家可好啊？家里一切都好。晚辈长期在外游学，到处游历，不周之处还望伯父见谅啊。其实晚辈这次来，是想跟伯父说件事情。啊。来，这块是河大鲢鱼给俺侄儿。娘啊，就是偏心佳木哥。吃，佳木啊，愣着干啥？吃啊！七姑，其实您没必要对我这么好，这样我反而有点不太适应。对你好，那也是应该的嘛，咱们就快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我跟你爹商量过了，择个黄道吉日啊，让你俩先定亲。等小慧一毕业，你们就马上成亲。七姑，自从当年我爹被老东家赶出来以后，承蒙安家一直照顾，才有了我杨家今天的立足之地。后来，
也有了自己的茶园。这份恩情，家木一直铭记在心。这也是我一直没有自立门户，孩子安家帮忙的原因。可这恩情始终不能代替婚姻呐。你不喜欢我们慧慧啊？小慧从小活泼开朗，惹人喜爱，现在又读了洋学堂，满脑子都是先进思想。可是她应该知道，这兄妹之谊、朋友之交，从来都无关男女之情的道理啊。小慧，对吧？没关系，家母哥，学堂里那么多富家子弟追我，我都不在乎，我就喜欢你的自尊自爱、有主见。朋友之交，兄妹之谊，你就不该做出那样的事情。爹，我做什么事儿了？做什么事情，你还好意思问我呀？啊！我跟你说啊，小慧，你去定，去定啊！这不可能。不可能！我要打死你！打死你！我直接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别走了，爹！爹！你走了。本专员宣布，今年赛茶大会，龙潭茶社蝉联榜首。
今天让大家所品尝的是毕庄所产的绿茶，茶形细、圆、光、直，汤色碧绿，可谓是茶中之上品。此为凤凰三点头，表示毕庄对各位全敬意之心。请。你根本配不上人，你就是个茶农。杨公子，怎么了，杨公子？我们小姐来了，你不欢迎吗？哦，没有，进屋坐吧。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宁香，真的吗？没想到，在我如此想念你的时候，你也同样在想着我。若是想念，为何迟迟不肯到我家来见我？只要你替我挑战陈家，斗茶得胜，就可以不考虑与小慧的婚事了。我们陈家的家风，都败在你们的手上了。哎，你。爹，我们陈家。佳木啊，斗茶的事情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爹。你娘刚刚去世不久，家里就发生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哎，家门不幸啊！你们知道吗？几百年来，我们陈家家风严正，就连下人都不允许有半点的私情。可你，明香，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和野小子在茶山相会。你作为哥哥，不但不阻拦，反而怂恿他。你让我这个脸面往哪儿搁？爹，你成全了妹妹的心意，同意了她的婚事，不就行了吗？你以为事情就那么简单吗？你要知道，
我当年把你妹妹许配给他的那家人，是我的救命恩人呐！站住！这是我们办鸦片的地方，不准你们常人进入。你们桌子怎么先走了？多谢救命恩人。那时，明香还在你娘的肚子里，我们就结为儿女亲家。明香，我给你选定的夫君就是周公子。啊，周公子，对，周公子。幸好，周公子通情达理，有学问，又有见识，更不以父辈的约定来约束我们陈家。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保住御赐的金匾。我听说今年挑战茶王的是安家，他们挑选的挑战手是杨家木。如果你们能够取胜，他们将失去来年竞争茶王的资格，我就可以考虑你们的请求。
此茶果然不错，但远非极品。请公子赐教。小姐，水的火候过了。公子为何不等3沸？2沸一过就用。茶圣陆羽《茶经》有云：煮茶有3沸，1沸如蝉鸣虫叫，2沸如车轮滚滚，3沸如松涛阵阵。3沸一过，水就老了，不堪使用。果然不错，小女子茶艺不精，多谢公子赐教。爹，这下你高兴了吧？你爹肯定高兴。杨公子，请等等。杨公子，今天的茶似曾相识啊！你用的是我们小姐的体香茶吧？是啊，你用小姐的茶打败小姐，你这样地道吗？还有，你这样做就彻底毁掉了你和小姐的姻缘，你知道吗？可是我赢，也是为了我和明香啊。这话我鬼才信呢！佳木，你来了。七姑，我是来向您辞行的。辞什么行啊？你既然赢了，就得做这里的主人。佳木何德何能做是安家的主人啊？娶了小慧，做了我七姑的上门女婿，你呀，就是这安家的主人了。七姑，您不能出尔反尔啊！当初是您答应，不再提我与小慧这门亲事，我才替安家挑战斗茶的。此一时，彼一时嘛。佳木就此拜别了。哎，佳木，爹，您怎么来了？怎么，你还在想着白天的那小子吗？我没有。没有，小胡都跟我说了，今天赢了我们陈家的那小子，居然是你的心上人。爹爹，佳木他茶艺卓群，人品出众，他是不错，可是他不懂得礼让自己的心上人，是他自己毁了这门亲事。爹，如果佳木让了我，那么咱们陈家赢也赢得不踏实啊。天意，真是天意呀！要不然，你就要和他在一起了。不过也好，你可以定下心来，可以嫁给周家公子了。人家周家公子可是大酒庄的少东家，可谓是富甲一方啊。今天斗茶虽然你输了，今后如果能圆了和周家公子的好亲事，这也是对你爹一种安慰呀。爹，我做不到。你要认清杨家那小子的嘴脸，不管你做不做得到，今后啊，不许和他来往。我们家小姐留下的梳子呢？拿来。我知道你们家老爷看不上我，不过这梳子能不能给我留下？那你每天都要抱着梳子才能入眠吗？那你干嘛要帮着安家斗败小姐？难道你想做安家的上门女婿啊？那是他们一厢情愿的。那你干嘛帮他们？七姑说了，
只要我帮他们，就不用考虑我和小慧的婚事了。那你为什么不考虑？当然是为了明香啊。何以为证？你真的想娶我家小姐吗？我做梦都想。好吧。小姐秀的。你不能跟他成亲。七姑，为什么？因为她是你仇人的女儿。明香不是仇家的姑娘。你这个老不死的，你做不出好茶了，啊？你能做出超过陈家的好茶吗？你个老不死的，你做不出来。你吃了吧，你吃，你做的茶。爹，好这家，爹，爹，好了，好了，爹，我们做超过陈家的茶好不好？吵不过，吵不过。爹，陈家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炒茶用1口锅，咱们用2口锅还不行吗？咱们用2口锅。说什么？你说的是2口锅？啊！2口锅。
儿子，爹，这是好茶。对，是好茶。双锅炒青。儿子，成功了，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啊！成功了，儿子，成功了！爹！爹，你总算醒了。家母，我是怎么了？爹，您摔了一跤，睡了1天1夜了。我说像是死而复生一样，怎么突然清醒了好多？啊？是啊。家母，我们是不是发明了双锅炒青之道啊？是爹。哦，这就对了，高兴，我太高兴了啊！不过，这只是初程，我们还要完善它，去推广它，这样我们就能汇集1000万茶人了，是吧？对呀，对呀，爹。公子啊，斗茶的好茶并非出自安家，而是出自于他家。家母啊，我年轻的时候，常听陈老庄主说，茶是雅物，也是生物。陈小姐就是和他家公子，是经过1年4季阳光雨露的滋润，才长出春秋2季的茶来。对了，家母，你要记住了，茶品就是人品。我们要带着感恩之心、仁爱之心，做人做茶，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出极致的好茶来。说得好啊，老伯。这位公子，在下姓周。哦，周公子。Surprise！ 小慧，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来找你啊，怎么样？我今天漂不漂亮？走，我带你去个地方。我今天没空。明香家，你也不去吗？走吧。哎呀，走吧。你笑一笑嘛，你老这么愁眉不展的，别人看见以为我欺负你了呢。她是你仇人的女儿。走吧。哦，陈社长，受席。哎，请。哎，好，来了，请。好，请。这位是美国特使罗伯特先生。Chill man 啊，好。It's national specialty coffee。咖啡。咖啡是一种西洋饮品，类似于我们的茶叶。啊，
谢谢谢谢。请坐。Sit down, please。罗伯特先生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一个好消息，美国旧金山将举行万国博览会，他希望我们都可以参加。好，很好，我们一定参加，一定参加。周公子，这次招待不周，还请多见谅。千万别这么说，能看见你我已经很开心了。云霄，周公子，欢迎再来我家做客。你放心，我一定会再来的。今天我就不打扰了。云霄，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漠？你还是问问他头上的簪子吧。那是他抢走了我送你的第一只簪子。那个周公子是谁啊？父亲的孤娇之子。你别问了，我说不行就是不行。爹，您为什么不许我和陈家的人来往，也不许去陈家提亲啊？难道就像您说的那样，就因为我们杨家贫寒，配不上他们陈家的人吗？就是这个原因。爹，凭着我的制茶技艺，想要有一番作为，并不是一件难事儿。如今，我已经退出了安家，只要用心经营，用不了多久，我也能在益阳城给您安一座茶社。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别妄想着有什么理由说服我。为什么呀，爹？我今天一定要知道答案。为什么？滚滚滚滚！快别滚！管家，离远点！别让我们进去吧！赶紧滚！一定要坚持住，坚持住！爹，你说赶走娘的人就是陈家的人？家母，这一切原委你都知道了，你该怎么选择，你自己看着办吧。周公子，你为什么不问他是谁？该知道的，你自然会告诉我。我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你我父亲有一个约定，你为什么不公开呢？因为我是新青年，我喜欢你，但我更尊重你。如果我想赢得你的芳心，那我一定是靠自己，而非外力。我要公平竞争。你很优秀，可是在你之前，他已经出现了。那本公子就只有在理解中等待了。我们且看命运如何安排。娘，不是我不孝，我不是非要爱上仇家的女儿，可这一切已经发生了，我真的没办法控制我自己。我现在很痛苦，很矛盾。既然小姐如此惦念杨公子，那为何不去找他？女孩子家怎可如此不知自持？那小姐就为了这自持二字，在这一边故作矜持，一边饱受相思吗？
明日3月3了，往常这时候，小姐都会去城南的月老庙里拜拜。不如，明天我们假借这个机会去一趟杨公子家。有人吗？有人吗？来了。哎，杨伯伯，你们是？小女子陈明香，与杨公子是朋友，他对我曾经有救命之恩。哦。杨伯伯，您不认识我们了吗？我们家小姐与佳木哥是朋友啊。她是陈天风老爷的大小姐。你说什么？陈天风？嗯。你们是陈家的人？是陈家的人？陈家人来了！陈家来人了！陈家来人了！杨伯伯，杨伯伯，小石块，哎呀，哎呀！佳木，你爹又犯病了，赶快回家吧！啊，真的？爹，爹怎么样？爹，你别吵醒你爹了，他可刚睡着。我爹，他怎么会突然晕倒的？那谁知道啊？反正他一看到我们，突然就晕倒了。还是我们家小姐用家传的药茶救醒了你爹呢。药茶？相传我们陈家祖上是大唐时期的茶官。一日武皇突然病重不起，看了几日御医都不见效果，祖上便献上了自制的药茶。武皇竟然奇迹般的好了起来。看来，陈家的确有过人之处。杨某一介茶民，我一生的志愿，不过是隐居在这山林里，恐怕不能与小姐相携红尘了。辜负之处，还望小姐见谅。哎，好你个杨家木！你居然背信弃义！你知不知道我家小姐为了你，她跟老爷……好了，小诗，别说了，我们走。哼，小姐。小姐，你都3天没有怎么进食了，你别多想了。来嘛。明香，明香，我已查明，20年前佳木的父母的确是被茶庄赶出的茶师和茶女，他们违反了庄规，有了私情。爷爷听信了管家的话，生产私生子会带来晦气，所以佳木就出生在野外。佳木的母亲在生产时感染了风寒，不久便死去了。他爹在拉铲车时摔了一跤，从此就落下了疯癫的病根。明香，佳木一定会视我们陈家为仇家。你死了这条心吧。
老爷，贾母啊，喜欢上陈家的姑娘了。哦，那陈家姑娘也喜欢他，这就是贾母啊，一门心思想要自立门户的原因吧。听说陈家原本是不同意的，可是现在看到贾母茶技那么好，也就不反对了。照这趋势，以后我们和陈家，那是谁得贾母，谁就得金匾呢？是这么个理儿啊。你说，咱们的当务之急，是不是得赶紧把他们父子俩给找回来呀？哎，那你得赶紧的，这事儿可不能让陈家占了先呐。特使大人，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乃中华民国的大事啊！我中原参赛最佳产品，当属益阳绿茶。Good, good, very good。专员大人所言极是啊，鄙人已经查明，益阳茶王家的绿茶尚未达到极品，但深山中另有一隐居的茶农，他家所制的茶叶已经超过了茶王。哦，只是还在研制期间。我认为，如果两家能够合力的话，必能尽快制作出真正的极品绿茶，可以为国争光。只是两家多有芥蒂，还需略加促成才是。鄙人以为。怎么样？你们有吗？回专员大人，没有。能制出来吗？专员大人，毕庄茶道浅薄，制不出此等上品绿茶。益阳城里，谁不知道你们是茶王之家？限你们10日。制作出此等好茶，送巴拿马博览会参赛。制作不出来，那我可要收回人间草木金匾，还要以骗取御制金匾之罪，把你这个少庄主打入大牢。伯母，今天我代表全家来向您，也向您全家赔罪来了。爷爷做了错事，给你家带来不幸。今天我来，希望能得到您及伯父和家母的宽恕。官府逼我家10日之内制出极品茶，否则哥哥就要下大狱。眼下，我需要您不计前嫌，出手相助。家母，你们不能帮她，她是害死你娘亲的仇人的女儿。娘，爹，我该怎么办？英儿，
我疯癫了20多年，现在我醒了，我终于醒了。我像是起死回生一样，死过这一次，我才知道，云儿，我看透了，我明白了，真的，一切我都明白了。当年我们犯了庄规，老庄主把我们赶了出来，是难为了我们。你早早的去了，可是云南啊，我们别忘了，当年我们要饭的时候，是老庄主收留了我们，给我们吃的穿的，还教我种茶、做茶，我才成了技师。如今啊，少庄主有难，你说我能见死不救吗，云儿？贾母，爹，我一直跟你说，没有好人品，就做不出好茶。舅舅说的对。你看怎么样？我总觉得差点什么，您看呢？你尝尝。正当我们紧张地研制参菜茶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瞬间摧毁了我家茶园。小慧为了支援我们，被吹落悬崖；杨老伯为救小慧，不幸遇难。而我们的爱情和命运也从此改变。怎么样了，大夫？老爷、太太，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姑娘这腿愈合后会短一截，也就是说，将来会落下残疾。啊，这，喝点水吧。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我想把熟锅出茶的水分从3成改成4成，这样茶香和叶绿的保持应该还会增加。这茶是摘自益阳本地明前鲜叶，
以双锅炒青之法制成。双锅炒青。确实是极品。很好。好啊，感谢你们2位啊，这么快就完善了双锅炒青之道。哎呀，陈杨2家终于携手研制出了极品益阳绿茶呀！特使大人到，欢迎大使阁下。You're welcome. With this fantastic tea, even the god should calm down and have a taste. 说得好。明香，小慧，你们来了，你们聊吧，我去看看药熬好了没。伯母慢走。小慧，你受苦了。我倒没什么，就是舅舅他，都怪我。怎么能这样说呢？这就是天意吧。听说你入选参赛了，恭喜你啊！我就是来向你们辞行的。都怪我这条腿，要不我还能去给你当翻译呢。你就安心养病吧。我一定会把你们付出的一切转化为动力。我走了以后，希望你能好好照顾他。我会的。慢点啊！哎呀，小慧摔着了吧？怎么样了？爹，孩子，娘，你们别难过了。反正我腿也伤了，也不能留洋了，反而能留在你们身边了，也是件好事儿。你是能陪爹娘一辈子了，可是谁又能陪你一辈子呢？明香，你在美国还好吗？你离开家乡仅仅2个月，一切发生了巨变。小慧伤好了，但是她残疾了，永远不可以再奔跑了。这对一个活泼好动、心高气傲的姑娘，是多大的打击啊！可是她是那么坚强、乐观、豁达。她是一个在精神上让人钦佩，在生活上需要呵护的人。她为了帮助我们而受伤，我想代表我们2个照顾她一生。我想你一定会支持我的决定。小慧说得好，上天总会赐予我们一些意外的东西，而你只要用慧眼，就会发现得中有失，失中有得。我们所能做的是全然接受这种赐予，它其实是一种残缺的美德。现在我把这些话送给你，祝你幸福，祝我们都幸福。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here. With my pleasure, I tell everyone, until now, in the Panama World Expo, both China and India are in the front line of the tea competition. Now is the most exciting time of today's competition. Now let us welcome the Chinese tea girl, Chen Mingxiang, and India tea girl, Freya. They will fight for the last gold medal. I think this one is much better. You think? Yeah. Fantastic. Ladies and gentlemen, I declare the last golden medal is belong to Chinese tea.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Thank you. 谢谢. Now, I want to tell you an old Chinese story. 20年前，一个美丽女孩的父亲将还未出生的她许配给了一个8岁的男孩。从那一刻起，这个男孩就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女孩。20年过去了，这个女孩已经长大成人，成为一个漂亮的大姑娘。而就在刚刚，她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华，为她的祖国赢得了一个巨大的荣誉。这个女孩就是陈明香小姐，而我就是那个男孩。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想跟明香小姐说一句话。明香，我关注了你20年，我不光喜欢你，尊重你，更爱你。希望你接受我的爱。
乡的姑娘没有，哎，赛天仙，赛天仙哎。新春的小茶哟，绒绒的肩，青涩的小女儿哟，哎，最来仙，最来仙哎。要问这是为哪般？为美丽的绿茶奉上我的乡心，哎，我的甘甜，我的甘甜哎。弯弯的山道哟，绿绿的田，茶香的小伙哟，哎，四畔四畔，天上的燕子哟，把春风剪，采茶姑娘的心哟，哎，有点儿乱，有点儿乱哎。要问这是为哪般？远道上的小伙惹出我的相思，哎，惹出我的相思，让我情